今天给大家说句直话，你晚年能不能体面善终，你们这个家族能不能兴旺平顺，全看你65到75岁这10年是怎么分配你手里的钱和精力的。你们要晓得，这10年是你这一生里最后一道福田关口，这道关口你一旦错过了，以后再想修再想斩，对不起，你都没那个气力了。这世上很多人活了一辈子，都把这个因果顺序给搞反了。年轻的时候顾不上自己，老了就把所有的家底所有的心思一股脑全扑在儿女身上，还以为自己这是在尽责，是在给家里积福，实则恰恰相反，你把自己熬干了耗干了，你自己这块福田就彻底荒了，地都荒了，全家去哪儿收粮食都没了收成啊！你自己不妨静下心来回头看看，你的前半辈子是不是被生计推着走，被儿女牵着走，每天一睁眼就是柴米油盐，你何曾为自己真真正正的活过一天？那等到75岁往后呢？那时候你力气衰了，反应慢了，去哪儿住，吃什么饭，用什么药，多半也就由不得你做主了，只能顺着业力走，听别人的安排。所以你这么前后一算，人这一辈子真正能自己说了算，还能亲手往福田里下种的，就只有中间这短短的10年。我告诉你们，这10年是你这一生里极其重要的10年，因为在这10年里，你具备了3个极其难得的天使。第一，你还动得了，能自己走路，自己吃饭，自己坐得住。第二，你还静得下，心里的事情放下了大半，还没被严重的病痛给搅碎。第三，你还做得了主，手里多少还有点底气，说出的话儿女多少还愿意听。这3样齐了，佛法里叫什么？叫堪能受法。用大白话讲，就是你还有往自己那块福田里下种的力气缺一样，这种子你就种不下去。这10年就是你这辈子最后一次下种的几天。那么在这最后10年里，我们往福田里下种，攒下的这个福报到底给谁？我告诉你们，这10年攒的福，攒的是整个家族的福报。你想想看，一个家的福报就像院子里的一口井，你的儿孙们都在壮年，都在外面打拼，他们正在大量的消耗，正在一桶一桶的打水喝，而你呢，你退下来了。这个时候，整个家族里唯一有时间有机会懂得往井里蓄水的，只有你一个人了。你这10年蓄进去的水是儿孙10年20年后遇到大灾大难时救命喝的。但是关键的地方来了，也是你们最容易犯糊涂的地方。既然是为全家攒福，那这福报怎么分？老祖宗留下来的大智慧叫3-7定律。听好了，在这10年里，你的钱、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必须按3-7定律来分，3分给子孙，7分留给自己。我一说这个，你们心里肯定要骂我，哪有当老人的这么自私？我们一辈子省吃俭用，怎么到老了还要自己留7分？你别急，你把这笔账算错了。今天我来给你算明白，为什么是7分留自己？因为你自己就是那块还能生福的田，田要是荒了，连根草都长不出来，谁都收不到粮食。多数人偏偏把比例弄反了，7分给了子孙，3分留给自己，结果连自己这副身子都保不住，最后2头落空。我认识一位老先生，68岁那年做了一个决定，结果被家里人连着老伴带儿媳妇整整骂了3年。那年他儿子要换个大学区房，首付差了30万，儿子提着东西回来看他，欲言又止，
老先生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儿子是来要钱的。他手里有多少钱呢？攒了一辈子，刚好有30多万。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想了3天，3天后他把儿子叫进门，拿出一张卡说，这里头只有10万，拿去吧，剩下的钱我有用处。儿子一愣，没敢说话。儿媳妇当场脸就拉下来了，她知道公婆手里不止这个数，剩下的那20万老头拿去干嘛了？他去做了2件事。第一，他花了几万块钱去口腔医院把自己那一嘴松动的牙全拔了，认认真真种了一副好牙。第二，他给自己报了个老年大学的书法班，每个星期雷打不动去上2次课，买极好的宣纸和墨汁。这一下家里砸锅了，儿媳妇在外面跟亲戚抱怨，哪有这样的爷爷？孙子换大房子上学他不给钱，自己拿钱去捣鼓假牙写破字，这叫老不正经，自私到了极点。连老伴也怨他，天天在家里唠叨，你把钱留着带进棺材啊，孩子的事才是天大的事，你这是造孽呀。整整3年，他们家过年的年夜饭，桌上的气氛就像冰窖一样，饺子端上来热气腾腾的，可人心是冷的。儿子儿媳吃完就走，1秒钟都不多留。老先生一句话不说，该吃吃，该练字练字，就像没事人一样。你们想想，换了在座的诸位，谁受得了这种冷暴力？早就把存折扔给儿女换个清净了。可是这位老先生，他懂得守住自己的底线。到了他73岁那年，转折来了。有一天早晨，老伴在厨房做饭，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中风了，送到医院抢救回来，命保住了，但是半身不遂，只能瘫在床上。这一下家里的天塌了，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外企上班，正是拼命的时候，去打听了一下护工，24小时特护，1个月得1万多块钱，而且还不一定尽薪。儿子愁得在走廊里揪头发，眼看着就要辞职回家伺候老娘了。这时候是谁顶上的？是这位被骂了3年的老头子。老先生怎么做的？因为他当年花大价钱弄了一副好牙，这几年他吃嘛嘛香，吸收的极好，气血很足。虽然73了，但身板硬朗，每天自己走到医院，气不喘，腿不软。他的手因为这几年天天练毛笔字，极稳，一点不多说。每天他端水给老伴擦身子、翻身、拍背，一勺一勺的喂饭，没让老伴生过一块褥疮。儿子儿媳白天安心去上班，晚上来看看。老头子一个人在病床前硬生生挺了1年，直到老伴病情好转，能坐轮椅出院的那天，儿子在病房外头扑通一声给老爹跪下了。一个快40的大男人哭得满脸是泪，说：爸，幸亏当年你没把那20万全给我。老头子把他拉起来，看着他的眼睛，说了一句刀刀见血的话：我当年那几十万要是全给了你去买那钢筋水泥，这一年是你辞职来陪床，还是让你妈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屎尿里？诸位啊，你想想看，他当年扣下那20万是自私吗？他不是舍不得给儿子，他是知道把自己这副身子留住，把自己这把骨头养好，比那20万钞票顶用1万倍。如果他当年把钱全交出去了，连牙都舍不得看，天天喝稀饭，身子早就垮了。老伴再一倒下，他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这叫什么？这就叫双双躺下，直接把儿子拉进深渊。所以我说，这10年里，你要按3七定律把福报分好，7分留给自己，不是让你去纸醉金迷，而是你要明白，你自己就是这个家最后一块还能生福的田。种地的人要是先倒了，
你买再多的化肥，那地也是荒的。这7分留给自己，到底要用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你们，分3处，留给身，留给静，留给修。先讲这7分里的头1分，身这1分你要是不留，后面所有的修行，所有的福报全是一场空。你们要晓得，佛法里头管我们这副肉身叫什么？叫色身。很多人学佛学修行，对这副身体有个极大的误解，他们觉得肉体是个臭皮囊，是造业的根源，所以要刻薄它，压榨它。特别是在座的很多老朋友，一辈子省吃俭用，肉舍不得吃，好衣服舍不得穿，病了舍不得看，把钱死死捂在怀里，说要留给儿孙。你想想看，你这叫伟大吗？我告诉你，你这叫糊涂。这副身体是你在这个世间修行攒福报的唯一一件法器。老祖宗种地得有一把好犁，你为了给儿子省点买种子的钱，天天拿石头砸这把犁，最后犁断了，你这块地谁来耕？你以为省下的钱是帮了儿女？你去医院里看一看，一个老人躺下了，起码得拴住家里2、3个壮劳力，儿女要请假，要熬夜，要花大把的钱给你治病，请特护。你省下的那点钱，连在医院里住半个月都不够。你躺下的那一天起，你不仅不能替这个家做一件事，你还在疯狂消耗儿孙的精力和财气。这个账你算明白没有？关于这副身体到底该怎么用，佛法讲得很清楚。我给你们讲讲20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经历过的事。你们要晓得，佛陀也就是悉达多太子，他当年也是吃过这个大亏的。悉达多太子出家后，跑到迦叶城南边的苦行林里去修道。那时候的风气就是觉得越折磨肉体，灵魂就越容易解脱。他怎么修的？一天只吃1粒麻1粒麦，整整6年啊！6年下来，他饿成了什么样？经书里记载的明明白白，身形消瘦，有若枯木，肋骨一根一根支棱着，肚子瘪得几乎贴着后背，连站都站不稳了，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有一天，他跌坐在尼连禅河边上，虚弱的连呼吸都觉得费劲。这个时候他突然醒悟了，他心里明白了，不对，这样苦下去根本不是解脱的路。这副肉身要是饿死了，我借什么来修道？把渡河的船给砸了，你怎么到对岸去？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叫苏加达的牧羊女端着一碗刚熬好的乳糜，也就是牛奶熬煮的粥，恭恭敬敬地捧到了他的面前。悉达多太子没有拒绝，他伸出干枯的手接过来，慢慢地喝了下去。这碗粥一下肚，暖意散开，干瘪的身体终于有了一丝热气，体力慢慢开始恢复了。可是跟他在树林里一起苦修的还有5个人，这5个人一看惊呆了，接着就是满脸的鄙视和愤怒。你看看他受不了苦了吧？喝粥太堕落了，贪图物质享受，他的道心已经毁了。这5个人用极其鄙夷的眼神看着他，连一句招呼都不打，一甩袖子拂袖而去，彻底跟他划清了界限。他们觉得跟这种堕落的人待在一起，脏了自己的修行。诸位，你换成一般人，是不是得赶紧追上去解释2句？哎呀，我不是为了享受，我是为了活命啊！悉达多太子一句话都没解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身体绝对不是用来贪图享乐的，但身体绝对是修道的本钱。你连命都没了，你拿什么去度众生？体力恢复之后，他一个人走到一棵碧波罗树下，盘腿坐下，发下大愿，7天7夜之后大彻大悟，成了佛。你们想一想，
那5个人走的时候骂他贪图享受，可要是没有那一碗奶粥，悉达多太子早就饿死在河边了，哪里还有后来2000多年的佛法庇荫众生？那5个人死守着枯瘦的身体，最后修成了什么？连佛陀到了生死关头都知道，身体垮了，道也修不成。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你现在留住这7分福报在这副身体上，不是让你去挥霍浪费，而是让你把这副梨修好，继续为你的家族下种。那么这7分里的第1分，具体要留给身体的哪里？钱要花在刀刃上，记住，一定要留在还能让你自己动的地方，也就是3样东西：牙、腿、税。第一是牙，很多人觉得老了掉几颗牙正常，舍不得花钱去种去镶，天天喝稀饭糊糊，你糊涂啊！牙不好，吃进去的东西嚼不碎，到了胃里就不消化，脾胃一弱，全身的气血就供不上。你的力气从哪儿来？吃饭是天大的事，看牙的这个钱是最不能省的。你牙口好，吃得进五谷杂粮，这就是最好的补药。第二是腿，每天能自己走出门的那几步路，是你晚年最大的自由。发现膝盖疼，腿脚不利索，千万别硬扛，该看大夫看大夫，该买好鞋买好鞋。这个道理很简单，你能自己走到公园去透气，你能自己稳稳当当地走到卫生间，你就能保留做人最后的尊严，你就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第三是睡，老年人本来觉就少，如果床垫不合适，或者被子太沉，天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人的精气神几天就耗干了。一张睡得着的好床，一个拖得住脖子的舒服枕头，比你吃几千块钱的保健品管用得多。牙腿睡这3样决定了你能不能自己做主，你自己心里清楚。这3样里头，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一样在拖后腿了？拖着的那一样，就是你今天回去该先花钱的地方。听我一句劝，把看牙的钱买好鞋的钱抠下来去补贴孙子，那是造业。你要是真为儿女好，就把这3样先顾住，这不是自私，这是替他们把最大的一笔医药费，最大的一份精力给省下来了。只要你还能自己吃饭，自己走路，自己睡觉，你在这个家里就是一座稳稳当当的靠山，你这口井里就有源源不断的活水，甚至这头1分留住了，你才有资格谈下一步。第2分留什么？留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可最容易被家里人随手拿走的东西。这一样你要是不守住，你前面哪怕身子再硬朗也是白留。这一样就是整块的清净时间。你们自己想一想，每天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早晨刚把蒲团放好，刚翻开一页经书，或者刚想坐下来喝口热茶喘口气，电话响了，妈，今天下雨，你赶紧去学校接一下明明。你一听，赶紧套上外套出门。下午刚想闭着眼睛养会儿神，儿媳妇或者女儿下班回来了，买了一堆菜往厨房一扔，你又得去摘菜做饭。一天到晚你在这个家里脚后跟打后脑勺，忙得像个陀螺。到了晚上躺在床上累得浑身骨头疼，猛然一想，哎呦，今天我有一件事情，哪怕是半个钟头，是为了我自己做的吗？没有，一句佛号没念完整，一页书没看进去。为什么？因为你的时间全被儿女切成了一块块的渣子，你心里可能还觉得委屈，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帮帮他们怎么了？你们要晓得，老祖宗留下的智慧，或者我们讲修福报，最怕的是什么？最怕夹生。这就跟你拿锅烧开水一样，一锅冷水，你坐在火上烧，烧到80度90度，
眼看要开了，你把火关了，等水凉透了，你又点上火重新烧一辈子，这锅水永远是生水。人的精气神，人这块福田是需要静来养的，半个钟头的整块清静，胜过你一天到晚零零碎碎的歇脚。老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默认自己随时有空，默认自己的时间是可以随便让儿女拿去用的。你这第2分如果不自己硬抢回来，你在这个家就永远是个随叫随到的免费伙计。有一位66岁退休女教师，这位女老师带了一辈子学生，好不容易熬到66岁，彻底退下来了。她这一退，她女儿高兴坏了。女儿也是个干事业的，平时工作忙，二话不说，拉着行李箱带着3岁的外孙，直接住进了娘家，理所当然的把孩子往母亲怀里一推，说妈，你现在反正也没事了，全天候帮我带孩子吧，我也能喘口气，换了你们是不是就咬咬牙接盘了？可这位老师没有，他看着女儿非常平静但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话，帮你带孩子可以，但我有规矩，每天早晨8点到9点，这1个钟头是我去公园打太极拳的时间，这个钟头我不带孩子，不接电话，家里的天塌下来你都自己顶着。女儿一听当场就急眼了，妈，你怎么这么自私啊？人家谁的姥姥奶奶不是一天24小时围着孙子转？你打什么太极拳？少打1天能怎么着？我早晨还得开早会呢。母女俩大吵了一架，女儿气得甩脸子，接连几个星期天天在家里拉长着脸，说话阴阳怪气，冷战。这位老母亲呢，毫不退让，每天早晨7点50分换上太极服，出门去公园。就在一个周末的早晨，那天女儿本来想睡个懒觉，可早晨8点半，外孙突然发高烧，女儿第一反应就是抓起电话疯狂打母亲的手机，可却一直打不通。女儿抱着孩子在客厅里急得直转圈，但是没办法，母亲不在，她只能自己扛。她咬着牙胡乱套上衣服，抱着孩子冲下楼，自己拦出租车，自己挂急诊，自己在缴费窗口排队跟医生沟通病情。等那位老母亲打完太极拳9点半开机回到家的时候，家里空无一人。后来赶到医院，看到女儿头发散乱，瘫坐在病床边上，孩子已经退烧打上点滴了。女儿看到母亲，本来想跳起来大骂一顿，可是话到嘴边，她突然咽回去了。为什么？因为她在那1个小时的极度恐慌和独自奔波里，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我是这个孩子的亲妈啊！我凭什么什么事都指望我妈来给我兜底？打那以后，女儿再也不抱怨那消失的1个小时了，非但不敢抱怨，她开始学着自己规划时间，学着承担一个做母亲真正的责任。家里不仅没乱，母女关系反而比以前更透亮更顺畅了。那位老太太后来跟人感叹说，你越是随叫随到，他们越不把你当回事，你守住了自己的清净，他们才长出了自己的骨头。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理？人性这个东西是很怪的，随手可得的东西没人会珍惜，你一天到晚脚不沾地为这个家转，儿女觉得那是应该的。可当你明确告诉他们，你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日子，你这个人在这个家里突然就有了分量，一个有自己规矩、有自己亲近的老人和一个24小时待命的保姆在儿女心里的位置，那是天壤之别。所以这10年里，你要按3-7定律留住的第2分，就是强行给自己留出一段谁也不能碰的清净时辰。具体怎么做？很简单，今天回去就照办。第一，挑定一个时辰，最好是早晨，
家里人快出门或者刚出门的时候，比如早晨7点到8点，或者下午2点到3点，这个时候天地间的气机最稳，家里也最安静。第二，把规矩明明白白地说出去，不是去跟儿女商量我能不能休息会儿，是去通知他们。原话就这么讲，以后每天的这个钟头是我的清静时间，我不接电话，不处理任何事。第三，也是最难的一步，守住3次。你要晓得，你刚立规矩的头1个月，儿女一定会来试探你的底线，一会儿是找不见钥匙了，一会儿是快递来了让你帮着拿一下。记住，天大的事也别理，只要你能硬下心肠守住3次，他们以后就彻底习惯了，这个规矩就如铜墙铁壁一样立起来了，这1个钟头的清静留下来了，这锅水就终于能一直坐在火上烧了。但是这锅水烧开了，你要拿它来泡什么茶？这就到了最关键的地方，你保住了身子，抢回了时辰，你拿这7分的本钱去干嘛？总不能在屋里发呆吧？这第3分才是真正往福田里下种的核心。这7分里的最后1分到底要种在哪里，才能真正庇荫整个家族？我告诉你们，这第3分要把功德死死地种在你自己的实田里。你们要晓得，这是绝大多数老朋友最容易犯的一个大错。很多人到了晚年也知道要修福了，每天早起去庙里做义工，或者在家里念佛诵经，可是你仔细听听他们念完之后是怎么回向的。刚念完1遍经，赶紧合起掌来，菩萨保佑啊，把这功德全给我那个做生意的儿子，保佑他今年发大财。你看看，不管做了多大一点善事，刚一做完，就像银行转账一样，立刻叮的一声，全转给出去了。一辈子这么干，年年种，年年拔，到头来自己账上空空如也，临走的时候心里一点底气都没有。这个道理很简单，功德福报它不是一笔现成的人民币，它更像是一棵树。你要种树，种子是不是得先埋在自己的地里？你得让它在你自己的实田里生根发芽，长出粗壮的树干，结出满树的果子。等这棵树长成了参天大树，你的儿孙自然就能在你的树底下乘凉，自然就能吃到树上的果子。可你现在倒好，种子刚沾着土，你连根拔起扔给儿子，儿子那块地还是块水泥地，根本扎不进根，最后这颗种子就死在半道上了，你自己的地荒了，儿孙也没得着半点好处。佛法讲得很清楚，修行的根本首先是自作主宰。我给你们讲一件佛陀到了晚年经历的事，你们听完就彻底明白了。释迦牟尼佛到了80岁那年，已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有一天，他在路上走着，体力不支，实在是走不动了。他停下来，靠着一棵树坐下，把身边的侍者阿难叫过来。佛陀看着阿难，非常平静地说了一段话，用我们今天的大白话来讲，就是阿难啊，我已经老了，80岁了，我这副身体现在就像一辆用得太久，到处漏风的破旧牛车，全靠着到处修修补补，用皮条勉强绑着，才能勉强再往前走几步。你们听听佛陀多实在，他没有把自己说的神乎其神，他直接告诉你，色身是有极限的，老了就是老了，像破车一样，必须得靠方便善巧来保养。可是阿难一听这话，当场眼泪就下来了，身边的弟子们也都慌了神，大家心里那种巨大的恐惧感一下子全涌出来了。佛陀这是在交代后事啊，要是佛陀走了，我们这帮人以后靠谁啊？我们去求谁给我们加持？我们这满身的业力
谁来替我们背？这种心态跟你们现在家里那些凡事都指望老头老太太兜底的儿女是不是一模一样？就在弟子们惶恐不安哭哭啼啼的时候，佛陀突然提高了声音，说出了他临终前最重如泰山的一句话：阿难，当自炽然，皈依于法，勿他皈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炽然就是点火，佛陀是说，阿难，你要把自己当成一盏灯，自己把自己点亮，你要靠你自己，你要靠天地间的正法，你千万不要去指望依靠任何别的人。你们想想看，震撼不震撼？一个80岁的老人在交代最后事情的时候，他的次序排得清清楚楚。第一件事是承认自己的身体像旧车，需要好好保养护持。第二件事就是告诉所有身边最亲近的人，把那份依赖心给我彻底斩断。功德必须种在自己的地里，谁也替不了谁。连佛陀到了这个时候都不让弟子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都要求必须自己点亮自己。我们在座的诸位，你们凭什么觉得自己有多大的法力，能把福报全盘托出送给儿女？你凭什么觉得你把7分力气全掏空了给他们，他们就能过得好？你把自己的灯油全倒给了别人，最后你这盏灯灭了，你陷入了黑暗里，儿女拿着你给的那点残油，根本不懂得怎么续，没2天也就烧干净了，最后一家人全在黑灯瞎火里撞墙。所以这10年里，你必须要把功德种在自己的实里，具体要怎么种，千万别搞复杂了。老祖宗的法子越简单越有力量，把你刚才抢回来的那个整块的1个钟头用上，在这个钟头里挑定一样东西，记住只挑一样，可以是一部经，可以是一句佛号，也可以就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调息打坐，随便你挑哪一样，只要合你的心意就行。但是有一个死规矩，挑定了，这10年里就绝不再换。不要今天听张三说念这个经能发财，你明天就换这个；后天听李四说拜那个咒能消灾，你马上又改那个。这就等于你今天挖个坑把种子埋进去，明天又刨出来换个地方种，后天又挖出来重新种，种了10年，坑挖了1万个，全是1寸深的浅坑，连根草都长不出来。就挑一样，每天在同一个清净的时辰里，老老实实安安稳稳地做下去。当你一天一天不间断地做下去时，奇迹就会发生。你以为你只是在屋里坐了1个钟头，实际上你这块田里的契机已经彻底变了。你心里头会长出一种极其笃定的力量，这种力量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会形成一股极强的磁场，笼罩在你的整个家庭之上。你们去看看那些真正家风深厚，能扛得住大风大浪的家庭，往上数2、3代，家里必定有一位气定神闲、真有修为的老人。这位老人平时可能话不多，也不怎么管事，但他只要往那儿一坐，家里哪怕遇上再大的天灾人祸，儿孙们只要回来看看他，心里立马就踏实了，家里的阵脚就不会乱。这份镇住全家的底气，就是老人种在自己是田里的那棵参天大树结出来的果子。它比你给儿女留下多少的存款要管用1万倍，钱传1代就会被挥霍散尽，房子传2代就会换手。只有你自己真真实实修出来的这股气，能深深地扎在这个家族的血脉里，护佑他们逢凶化吉。讲到这里，留给自己的这7分深静修，就算是完完整整的讲透了。你把自己保住了，家族的这口井就有了源头活水。但是剩下的那3分呢？那3分可是实打实要给子孙的。
很多人一听到这里，马上就想，好，那我7分自己花，剩下的3分钱，我存个死期给孙子留着。你错了，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留给子孙的这3分里头，绝对不能是1分钱。很多做父母的听到这里脑子就转不过弯来了。在这个世间，大家总觉得疼孩子就是给他塞钱，给他买大房子。你们要晓得，你给出去的钱越多，这个孩子往往反倒越靠不住，他的日子往往过得越是一塌糊涂。你想想看，你身边是不是就有这样的事？父母把家底都掏空了，全塞给那个最疼爱的儿子或者女儿，结果呢，那个孩子不仅没发家，反倒成了个废物。到了30-40岁，遇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得回家啃老。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以为你给的是钱，其实你是在替他造业，你是在提前透支他命里该有的福报。老祖宗讲的因果契机是非常公平的，每个人生下来到这个红尘里，他都有自己该吃的一份苦，有他自己该去红尘里打拼挣来的一份福，这是他自己账本上的东西。你心疼他，你拿自己的钱去替他摆平了眼前的困难，你替他买车买房，其实你就是从他自己的那个福报账本上强行把以后的额度给提前支取出来了。他这一辈子本来要在30岁到40岁这10年里吃尽苦头，磨练出极强的意志和本事，才能赚来后半生的安稳。结果你一抬手把钱塞给他了，苦他没吃，力气他没长出来，你替他扛了本该他自己扛的担子，他就永远长不出自己的骨头。等哪天你这双手没力气了，你不得不松开的时候，他摔下去，那就是粉身碎骨。钱是最容易花完的，而且现成得来的钱一定会被花在最快最不值当的地方。所以这3分绝对不给钱，那给什么？给他们自己挣不来也买不到的3样东西。第一样叫一句话。什么叫一句话？就是趁着你现在这10年脑子清清楚楚，口齿也伶俐的时候，把几件最容易让儿女结怨生仇的事情明明白白地跟他们交代清楚，别把疙瘩留到你闭眼以后。这世上多少亲兄弟亲姐妹，父母在的时候一团和气，父母前脚刚走，后脚为了争一套老破小的房子，为了一点存款，甚至为了一件旧家具，打得头破血流，几十年的手足情分一刀两断。为什么？就是因为老人活着的时候总觉得谈钱伤感情，总觉得哎呀，孩子们都很孝顺，以后他们自己分就行了。你糊涂啊！老人只要不留下一句清清楚楚的话，儿女之间就一定要靠猜。我告诉你们，只要是靠猜出来的东西，人性使然，一定是往最坏处猜的。老大觉得老二肯定平时偷偷拿了爹妈的补贴，老二觉得爹妈的房子理应归自己，所以这3分里的头1分，就是把你身后的这些零碎东西怎么分，清清楚楚地写下来说出来。不但要说财产，还要说你自己的心愿，你将来想怎么走，是用什么方式告别，全部交代明白。更要紧的是，如果你这辈子心里觉得在哪件事情上亏欠了哪个孩子，或者偏心了哪个孩子，你要趁现在当面把这句对不住说出来，你把该说的说清楚，把疙瘩解开，你这清清楚楚的一句话，就是替他们省了一场对簿公堂的官司，保住了这个家，不断了亲情。第二样叫一个规矩，一个好规矩，能保这个家族3代人不散。老人们常说家风。什么是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字画，那是每天每年必须要照着做的小事。
你这10年里要给家里定下一个雷打不动的规矩，不用太大，哪怕就是一件极小的事。比如说你定下一个规矩，每年清明节，不管儿女在天南海北，不管工作多忙，全家人必须到齐，一起去扫墓吃顿饭。或者你定个规矩，初一十五，家里的子孙哪怕是打个视频电话，也要一起点一炷香。规矩的真正用处不在于扫墓或者点香这件事情本身，它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让这一家人年年岁岁都有一个不得不聚在一起的由头。只要能聚得住，人跟人之间那股血脉的契机就断不了。一个遇事能聚得住的人家，外面的风雨再大，它也散不了。这就是你留给子孙的一道护身符。第3样，也是最难的一样，叫一次放手。佛法讲大慈大悲，很多人不懂什么是真慈悲。你们以为有求必应就是慈悲，错。真慈悲有时候看着是非常狠心的。我要求你们这10年里一定要做一次这样的事。在这1年里，如果你的儿子或者女儿遇到了一件难处，求到你头上了，只要不涉及生死，你必须死死咬住牙，忍住，绝不伸手。比如他做生意亏了，被债主逼上门了，跑来找你哭诉，想让你把养老钱拿出来替他填窟窿，或者他看上个什么好项目，非要拿你的老本去投资，你怎么办？你虽然心如刀绞，但你必须当面回绝他，让他自己去难，让他自己去低三下四的借钱，让他自己去尝红尘里那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苦。你以为你不帮他，你就是冷血吗？你要晓得，力气是扛出来的，福报是受苦受出来的。你看着他在烂泥里打滚挣扎，那是他在长出自己的一身粗皮厚肉，那是他在还他自己的业债。你替他扛一次，他就少长一分本事。天下做父母的最难熬的一关，就是看着孩子难，却能忍住不伸手。你这一忍，就是把他推向了真正成熟的大道。你那一次看着他难而不伸手的放手，比你直接砸给他多少钱要管用100倍。这3分，一句清清楚楚的话，一个雷打不动的规矩，一次硬下心肠的放手，你把这3样给了他们，你才算是真正尽到了一个长辈替家族托底的责任。好了，7分留给自己，3分留给子孙。这3期定律的内容我算是给你们彻底讲透了。可是现实里头真正致命的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世间90%的老人偏偏把这个保命的比例给弄反了。多数做父母的一到晚年，心里那个秤砣就彻底偏了，恨不得把10分的力气10分的家底全都掏干了泼给儿女。你们要晓得，你把7分甚至10分全给了子孙，你自己剩下了什么？你留给自己的是个空壳子。你自己这块本来还能生福还能下种的田，因为没有精力没有钱财去养护，彻底荒了。荒地能长出什么来？连根草都长不出来。往后你在这家里1分钱的力气都拿不出来，这就叫断了全家最后一口活水井。而子孙拿到了你这倾其所有的7分10分，他们就好了吗？我告诉你们，这反而是害了他们。福是从田里长出来的，不是从长辈手里现成接过去的。现成拿来的东西绝对长不出他们自己的力气。有一个75岁的老父亲，一辈子省吃俭用，连件像样的大衣都舍不得买，几十年硬是抠抠搜搜攒下了200万的养老本。他那个儿子平时游手好闲，有一天跑回来，扑通一声跪在老头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说自己看准了一个大项目，只要投进去，
明年就能翻倍赚，全家都能跟着享清福。可是手里没本钱，求老爷子成全。这老爷子心太软了，耳根子也软，看着儿子哭，心如刀割，最后叹了口气，颤巍巍地从柜子最底下的铁盒子里把那张存了200万的银行卡拿出来，全交给了儿子。儿子拿到这笔巨款，那可真是走路都带风，嚣张跋扈，看谁都不顺眼，天天跟外面那些狐朋狗友胡吃海喝，真把自己当成大老板了。结果呢，短短1年时间，他哪里懂得做生意的里外凶险，他根本拿不住这笔财，很快就被所谓的合伙人设了个局，把这200万骗得底朝天，不仅本钱全没了，外面还欠下几十万的烂账。老父亲一听这消息，气得当场眼冒金星，直接病倒住院了。出院以后，75岁的人啊，为了帮儿子还账，每天天不亮，戴着个破草帽，拖着个旧编织袋，在小区的垃圾桶里翻废纸壳，捡矿泉水瓶去卖。那他那个惹了祸的儿子在干嘛？40岁的大男人，天天瘫在沙发上打手机游戏，怨天尤人。有一天，老父亲冒着大太阳捡了一身大汗回来，气喘吁吁的刚进门，这儿子不但没倒杯水，反而拍着大腿抱怨：老头子，你当初要是没把钱全给我，哪怕给自己留个180万的后路，咱们家今天遇到事也不至于过得这么惨啊！你们听听，这话多扎心啊！可是你仔细往深了想，这能全怪这个儿子没良心吗？这个道理很简单，老祖宗早就看透了这背后的契机，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这儿子根本就没有在红尘里吃过苦，他那一身软骨头根本扛不住200万的福分，你把钱硬塞给他，这就好比把一把锋利的宝剑硬塞进一个年轻人手里，他力气不够，根本挥不动，最后不是砍伤了自己，就是惹来大祸。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讲，在很多家庭里头，父母掏心掏肺倾家荡产去帮的那个孩子，往往是混得最差，过得最不容易的那个。你以为他命不好？不是，是他这一生该自己去磨练，去征服的那个通道，被你用一堆现成的钱给活生生堵死了。这就叫比例反了，两头全空，老人的田荒了，自己晚年凄凉，连个落脚的尊严都没有，儿孙的福被透支了，变成了一遇到事就只会抱怨的废人，整个家族的气运就这样被一种叫做溺爱的东西深深掐断了。所以咱们回头再看开头那句话，这65岁到75岁的10年里，你狠下心来，按3七定律把7分留在自己手上，是自私吗？绝对不是。这不仅是对你自己负责，更是保住这个家庭唯一还在产出的那块福田。只要你这口井里还有水，儿孙再怎么折腾，这个家总有一个安稳的大后方。只要你这棵大树还硬朗，儿孙在外头受了伤，回来总有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保住你自己，才是真正为了整个家族。道理给你们彻底掰扯透了，但是我知道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听完心里还是发虚。道理我听懂了，可是我这大半辈子都按错的法子过来了，我现在到底该怎么改才能把这7分留住，把家运扭转过来？别急，接下来就给你们讲几件实实在在回到家立马就能起手去做的事。你照着来，这家族的契机马上就能发生变化。头一件事，把你身上现在最拖后腿的那样毛病马上给它修好。你今天听完我讲话，晚上自己躺在床上摸着良心问问自己，牙齿、腿脚、睡眠这3样里头，现在哪一样最让你遭罪？
选出最严重的那一个，明天天一亮，不要犹豫，马上去处理。要是牙口不行了，吃块烂豆腐都觉得费劲，明天就去正规医院的口腔科，别心疼钱，该拔的拔，该种的种。要是膝盖一上下楼梯就像针扎一样疼，别在家里强忍着贴几块破膏药了事，去看骨科大夫，去给自己买一双最软和最托底的好鞋换上。要是那个旧床垫子中间都塌下去了，每天晚上翻来覆去烙饼一样睡不着，明天立刻叫人来把它扔掉，换一张软硬合适的垫子，买一个能稳稳托住颈椎的好枕头。你们要晓得，这3样东西绝对不是什么贪图享受，它们直接决定了你明天能不能自己吃下饭，能不能自己走出门，能不能头脑清醒的自己做主。这叫保住做人的命门。花在这3样上的钱，是你这10年里最值当、最能生福报的钱，把你这副修行的犁给修利索了，这块地你才翻得动。第二件事，定下一个时辰，把规矩明明白白地说出去，并且时时守住3次。你就挑明天早晨7点到8点，或者家里人刚出门上班那个时间，你把儿女叫到跟前，不要用商量哀求的口气，要心平气和，斩钉截铁地通知他们，从今天起，每天早晨这个钟头是我的清静时间，你们有什么天大的事，要么提前说，要么等8点以后再说。这1个钟头我不接电话，不干活。我告诉你们，头1个月里头，你的儿女绝对会来试探你，因为他们习惯了你是个免费劳力，习惯了你随叫随到。可能刚到7点半，女儿就在外面拍门，妈，你看见我那件衬衫放哪儿了吗？或者孙子跑来敲门要你给找玩具。这个时候怎么办？坐在屋里别动，哪怕你心里再刺挠，哪怕你觉得帮一把也就是1分钟的事，你也得咬紧牙关不管，你就当没听见。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不硬下心肠，他们永远觉得你的时间是可以随便拿去切碎了用的。只要你能扛住3次不理会，3次以后，他们自己就去把衬衫找出来了，自己就知道把玩具收拾好了。规矩就是这么立起来的。你不说，别人默认你随时有空，你说了并且真守住了，别人才会对你生出敬畏心，你在这个家里才有真正的分量。第3件事，挑定1样功夫，每天在那个时辰里做，10年不换。你把清净时辰抢回来了，在屋里坐着干什么？挑定1样能收心、能养气的东西，不管你是一部经书还是一句佛号，哪怕你什么都不会念，就是闭着眼睛端端正正的在椅子上静坐调息都可以，只要1件事就行，千万别贪多。佛法讲得很清楚，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才能有所成就。你就在每天抢回来的这1个钟头里，安安静静地做这1件事，把所有的心念、所有的力气都砸在同一个坑里，这样那颗福报的种子才能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别今天听人说念那个经好就换那个，明天听说拜那个咒管用又换那个，那样就像猴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最后全是浅坑，两手空空。说到这里，留给自己的7分算是彻底落到实处了。那留给子孙的那3分呢？这10年里你各做1次就足够了。找个你脑子最清楚、家里人心情都好的日子，泡上1壶茶，把他们都叫拢过来。第一，把身后的事家底怎么安排，你心里觉得对谁有过亏欠，大大方方地说得一清二楚，不要让他们去猜，这叫留下一句明白话。第二，立下一个全家人不管走多远，年年都得照做的小事，
比如过年必须在长辈面前碰个头，或者清明必须全家去扫墓，钱会散，但这个定下来的规矩能让这个家的气脉凝聚在一起，能传3代。第三，今年要是有一件他们求上门来的事，只要不是要命的难处，你咬紧牙关忍住别接盘，看着他们急，看着他们难，看着他们在热锅上跳，这是让他们长出自己真本事的唯一途径。一次彻底的放手，胜过你砸10万块钱去给他们填窟窿。最后，我要教你们一件最要紧的事，这件事是把你的7分和子孙的3分彻底打通的一个天大秘诀。你每天在那1个钟头的清净时辰里，做完了功课，念完了经，或者静坐结束了，你要怎么收场？从今天起，你做完之后，双手合十，心里头结结实实的默念一句话，原话是这样的，你死死记好了，今天这份功德先种在我自己死里，再回向给我全家老小平安。听清楚这个次序没有？先种在自己的死里，然后再回向给全家。为什么要这么做？这绝对不是自私，这就好比你种了一棵果树，你必须先祈求这棵树的根深深地扎在你自己的这块地里，让它的树干长得粗壮无比。只有这棵树立住了，树上结出的果子才能源源不断地分给你的家人去解渴。多数人弄反了，一做完马上连根拔起全散出去，等于树根还没扎稳，你就把小树苗拔出来送人了，最后树死了，人也跟着饿肚子，先种自己，再回向全家，这才是真正懂得护持家运的大智慧。你们把这几件事仔仔细细地揣摩透了，今天只要起心动念去做了，你们家里那种乱糟糟的互相消耗的气机马上就会清静下来。好了，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我再给你们最后啰嗦一遍，这几件事你们千万记在骨子里，当成保命的法子去用。第一，为什么说65到75这10年最要紧？因为你还动得了，还静得下，还做得了主，这3样齐了的日子，你这辈子就剩这10年了。这是全家最后一次往福田里下种的缝隙。第二，福报必须要按3-7定律来分，7分留给自己，绝对不是自私，要留在哪3处？一，留给身、牙、腿、睡，这3样决定你明天能不能自己做主。2，留给静，每天硬抢出1个钟头的清静，明明白白说出去，时时守住3次3留给修，挑定一样功夫，10年不换，时时种在同一个坑里。第三，剩下的那3分给子孙，1分钱都别给，给钱是替他们造业，透支他们的福分。你要给3样不是钱的东西，一句把生前身后事交代得清清楚楚的话，一个能传3代年年聚拢人心的家风规矩，还有一次看着他遇事犯难却死活不伸手的放手。最要紧的一句话，你们要晓得，你自己就是这个家里最后一块还能生福的田，你自己这块田要是荒了，连根草都不长，儿孙谁也收不到一粒粮食。我常讲，这世上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人心。最大的改命不是去算卦看相，而是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行为，改你种下的因。今天我跟你们讲的这些话，跟大多数人听了一辈子的省吃俭用全给孩子是反着的。可是你们自己平心静气地想一想，那些把自己熬干了，连看病都没钱的老人，他们家里真的过得好吗？没有啊。你们身边肯定还有很多老姐妹、老兄弟还在糊涂里头打转，还在把最后一点力气往外掏，眼看着要把自己活活掏空了。
我告诉你们，你们今天听懂了，别自己闷着，把你听到的这些道理，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们看看，这绝对不是在凑热闹。你这一句提醒，可能就点醒了一个人，让他们少造一场业，少走一条弯路，这就给他们那一家人多留了一口活水的井，这就是在救人一命，这就叫利他，这就叫积福，功德无量啊！如果诸位觉得今天讲的这些大实话对你们心里有那么一点触动，觉得有帮助，那就请动动你们的手指头，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每一次转发都是在为自己和家人积福。最后，我想诸位老朋友都在评论区里写下一句话，我把7分留自己，全家老小得平安，或者你就写一句简简单单的阿弥陀佛。你不要小看敲出来的这几个字，你要晓得文字是有力量的，人的念头是有能量的，你写下来，这就等于是把一颗善种子真真切切地种下去了。当咱们千万个人的善念在这个评论区里聚在一起，那形成的能量场是不可思议的大。你写下的每一句善言，最后全都会化作清净的福报，回向到你自己和家人的身上。